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18章。罗伯特迎来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第二天早上11点，罗伯特·奥德利先生依然懒洋洋地坐在摆满食物却不大的早餐桌前，扶手椅两旁各卧着一条狗，他们都专注地张着嘴望着他，期盼着那块令人垂涎的火腿或烤面包。罗伯特膝上放着一份本地报纸，时不时地费力地想读头版，上面满是关于农业、江湖郎中偏方以及其他有趣事项的广告。天气变了，前几天似乎一直在冰冷天空中酝酿的雪，如今已化作大片轻盈的雪花，拍打着窗户，并在外面的小花园里堆积起来。通往奥德利庄园的那条漫长而孤寂的道路，在罗伯特眺望冬日景象时，仿佛从未有人踏足过。真热闹，他感叹道，对于一个习惯了圣殿官喧嚣的人来说。他正看着越来越大、越来越频繁的雪花飘落在孤寂的道路上，忽然惊讶地看到一辆教士马车驶上山坡。我想知道是哪个可怜的倒霉蛋，性子如此急躁，非要在这样的早晨出门。他咕哝着，重新坐回壁炉旁的扶手椅上。他刚坐下几分钟，菲比·马克思就走进房间，通报奥德利夫人的到来。奥德利夫人，请她进来，罗伯特说。然后，当菲比走出房间去迎接这位不速之客时，他低声自语道：“一步错棋，米莱迪，一步我万万没想到的错棋。”在这个寒冷多雪的1月早晨，露西·奥德利容光焕发。别人的鼻子会被严酷冰霜之王的利手明显的冻伤，但米莱迪的鼻子却不然。别人的嘴唇在恶劣天气的影响下会变得苍白发青，但米莱迪那樱桃小口却依然保持着鲜艳和清新。他裹着罗伯特·奥德利从俄罗斯带回来的皮草，带着一个暖手桶，年轻人觉得那暖手桶几乎和他一样大。他看起来像个孩子般无助的生物。罗伯特带着几分同情，看着他走到他所在的壁炉旁，暖着他那戴着小手套的双手。好一个早晨啊，奥德利先生，他说，好一个早晨。的确如此，奥德利夫人，您为什么在这种天气出门呢？因为我正想见您。见我？是的，米莱迪回答，显得相当不好意思，一边摆弄着手套上的纽扣，急躁得几乎要把它扯下来。是的，奥德利先生，我觉得我们待您不周。总之，您有理由抱怨，我应该向您道歉。我不需要任何道歉，奥德利夫人。但是您有权得到道歉，米莱迪轻声回答。为什么，我亲爱的罗伯特，我们之间要如此客套呢？您在奥德利庄园住得很舒服，我们很高兴有您在。但是我那亲爱的傻丈夫却认为，一个28、9岁的侄子在他的梳妆室里抽雪茄，对您可怜的小妻子的安宁是危险的。于是，我们愉快的家庭圈子就这样被打散了。露西·奥德利说话时带着那种特有的孩子气的活泼，在她身上显得那么自然。罗伯特几乎带着悲伤的目光低头，看着她那容光焕发、神采奕奕的脸庞。奥德利夫人，他说，上帝保佑你，我都不会给我叔叔那颗宽厚的心带来痛苦或耻辱。那样的话，我最好还是离开这所房子，或者当初根本就不该踏进这里。米莱迪说话时一直凝视着炉火，但听到侄子最后几句话，他猛地抬起头，带着惊奇的表情注视着他。那是一种严肃、探究的目光，
年轻的律师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含义。哦，请不要害怕，奥德丽夫人，他严肃地提醒道。您不必担心我会做出任何伤感的蠢事，任何巴尔扎克或小仲马式的幼稚迷恋。律师界的泰斗们会告诉您，罗伯特·奥德利不会受到任何那些以翻领和拜伦式领带为明显标志的流行病的影响。我说，我希望去年我从未踏进我叔叔的家门，但我这样说，其意义远不止于纯粹的伤感。米莱迪耸了耸肩。奥德利先生，如果您坚持要说些高深莫测的话，他说，那就请原谅我拒绝回答。罗伯特沉默不语。但是，告诉我，米莱迪继续说道，语气完全变了，是什么让您来到这个如此阴沉的地方？好奇心。好奇心。是的，我对那个脖子又短又粗，头发深红棕色，长着一双凶狠灰眼睛的男人很感兴趣。一个危险的男人，米莱迪，一个我可不想受他摆布的男人。奥德利夫人的表情骤然一变，她脸颊上美丽的红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蜡黄的苍白，同时她那双蓝色的眼睛里燃起了愤怒的火花。罗伯特·奥德利，我究竟做了什么？他激动地问道。我究竟做了什么，让你如此恨我？奥德利夫人，我曾有一位朋友，他非常严肃地回答，我非常敬重他。自从失去他以后，恐怕我对其他人的感情就染上了一种奇怪的苦涩。您指的是那位去了澳大利亚的托尔博伊斯先生？是的，我指的是托尔博伊斯先生。有人告诉我，他去了利物浦，打算从那里启程前往澳大利亚。您不相信他去了澳大利亚？不信。但是为什么不信呢？奥德利夫人，请原谅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悉听尊便，他漫不经心地说。在我朋友失踪1周后，罗伯特继续说道，我在悉尼和墨尔本的报纸上刊登了广告，请他如果身处刊登广告的任何一个城市，就与我联系，告诉我他的下落，同时也请任何认识他的人，无论是在殖民地还是在回程途中，向我提供他的消息。乔治·托尔博伊斯去年9月6日离开埃塞克斯郡，或者说从埃塞克斯郡失踪了。我应该在本月底收到对广告的回应。今天是27号，时间不多了。如果您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呢？奥德利夫人问道。如果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我就会认为我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并且会做出决定。您指的是什么？啊，奥德利夫人，您提醒了我在这件事上是多么无能为力。我的朋友可能就在这家客栈里被谋杀了，就在我现在凝视的这个壁炉旁被刺死了，而我可能在这里住上1年，最后离开时对他的命运一无所知，就像我从未踏进过这个门槛一样。我们对我们进入的房屋可能隐藏的秘密又了解多少呢？如果我明天决定去玛利亚·曼宁和她丈夫杀害他们房客的那栋普普通通平民百姓住的8居室房子，我对那里发生的恐怖事件也毫无察觉。在最热情好客的屋檐下，也曾发生过卑鄙的勾当；在最宜人的地方，也曾犯下过可怕的罪行，而且在那些场景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不相信曼德拉草，也不相信时间无法抹去的血迹。我更相信我们可以不知不觉地进入一个犯罪的环境，却依然平静地呼吸。我相信我们可以注视着凶手微笑的脸庞，并赞叹他宁静的美丽。米莱迪对罗伯特的热情付之一笑。
您似乎特别喜欢谈论这些可怕的话题。他带着几分轻蔑的宣称，您本该当一名警探。我有时觉得，我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警探。为什么？因为我有耐心。但是，回到乔治·托尔博伊斯先生，我们刚才在他滔滔不绝的解释中把他给忘了。如果您的广告没有回音，您打算怎么办？那么我会认为，我有理由断定我的朋友已经死了。是的，然后呢？我会检查他留在我的住处里的遗物。哦，那是什么？外套、背心、擦得锃亮的靴子和海泡石烟斗，我想。奥德利夫人笑着说。不是信，他朋友的信，他以前同学的信，他父亲的信，他战友的信。哦，是吗？还有他妻子的信。米莱迪沉默了片刻，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炉火。您见过已故托尔博伊斯夫人写的信吗？几分钟后，他问道。从未见过。可怜的姑娘，她的信不太可能为我朋友的命运提供任何线索。我敢说，她写的是那种典型的女性涂鸦。很少有女人能写出像您这样优美独特的字迹，奥德利夫人。哦，那么您认识我的笔记？是的，当然，我非常熟悉。米莱迪又暖了暖手，然后拿起他放在椅子上的大暖手桶，准备离开。奥德利先生，您拒绝接受我的道歉，他说，但我相信您因此对我对您的感情更加确信无疑了。完全确信，奥德利夫人。那么再见，请允许我劝您不要在这个如此简陋透风的地方待太久。如果您不想带着风湿病回到无花果树庭院的话，我明天早上回城里处理邮件。既然这样，再次告别。他向他伸出手，他轻轻地握了握。他觉得他的手是那么纤弱，如果他狠下心来，用力一握就能把它捏碎。他送他到教室马车旁，目送着马车驶离，不是驶向奥德利庄园，而是驶向布伦特伍德，那里离斯坦宁山大约10英里。大约1个半小时后，罗伯特站在客栈门口，抽着雪茄，看着雪花飘落在对面泛白的田野上。他看到那辆教室马车回来了，这次是空车，停在客栈门口。你把奥德利夫人送回奥德利庄园了吗？他问马车夫。马车夫停下来喝了一大杯啤酒。没有，先生，我从布伦特伍德车站来的。米莱迪坐12点40分的火车去伦敦了。去城里了？是的，先生。米莱迪去伦敦了。罗伯特惊呼道，一边回到小客厅里。那么我坐下一班火车去追他。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他。他收拾好旅行箱，付清了账单。菲比·马克思在账单上盖了负气的戳，用一对皮项圈和一条链子把狗拴在一起，然后坐上了城堡客栈为斯坦宁山居民准备的那辆摇摇晃晃的出租马车。他赶上了3点钟从布伦特伍德开出的快车，舒适地坐在一个空着的一等车厢的角落里，裹着几条厚厚的旅行毯，带着几分挑衅意味的抽信意味的抽着雪茄。铁路公司爱怎么规定就怎么规定，他咕哝道，只要我还有半克朗给检票员，我就要随心所欲地享受我的雪茄。